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波仔分享，我是波仔。今年7月，玄派发布了魔方系列的首款迷你主机玄派创世魔方，搭载了 AMD 的第2代 AI PC 处理器 ，CPU 高达80瓦的性能释放，双 USB 4.0 双 2.5G 网卡，原生 Oclink 接口，支持 4K 240赫兹的显示输出，支持指纹开机。这作为玄派的第一款迷你主机可谓是诚意满满。创世魔方搭载了 AMD 锐龙7 7840HS 以及 8845HS 两款处理器 ，780M 的核显提供了准系统以 16GB 加 1TB 的双重选择。那我收到了这台是 8845HS 加 16GB 加 1T 的版本。包装清单如下：主机挂架、说明书、电源线。很奇怪包装里面并没有显示器的信号线。电源适配器19伏，最大功率 149.91 瓦。那这个数字居然精确到了小数点的后2位，也算是前无古人了。仅隔了 0.09 瓦，也没有虚标参数这种行为必须点个赞。整个机身正正方方，采用一体式金属筒式机身的结构，侧部和底部都有很大面积的金属打孔，用于散热。外壳进行了喷砂处理，金属的质感还是很棒。机器顶部是一体式的导光板，开机以后，整个 RGB 灯带呈圆形显示。那据玄派官方描述这个是天圆地方的一个设计，里面是圆，外面是方。我们可以在系统中通过玄机中枢这个软件来设置不同的颜色以及灯光的特效，也是可以在设置里面设置不同的性能模式，不同的工作模式对应不同的指示灯，绿色为封印模式，白色为战斗模式，橙色为狂暴模式。那不得不说切换性能模式而不进入 BIOS 这个设计还是挺方便的。RGB 的呼吸效果加上封印模式灯效的点缀，颜值直接拉满。因为集成度比较高，拿在手里的分量还是挺足。机器整体约重745克，机身尺寸150×150×49.5毫米，放在桌面也是显得极为的简约小巧。机身前面板这边有一个指纹按钮，可以在激活系统或者后续来录入自己的指纹。录入界面和手机的逻辑大同小异。那顺便提一嘴这个指纹按钮并不是软的，是硬的。也就是说，在关机的状态下，可以用指纹直接开机，期间会跳过锁屏验证的界面，直接进入 Windows。这才算得上真正意义上的一键开机。上盖为开盖式设计，我们按压侧边角即可打开上盖。首先看见的就是刚才天圆地方的天圆，也就是 RGB 的一个灯带，上面有用来给硬盘内存散热的风扇。我们小心拆掉这边的2根排线，按照箭头的提示卸下4颗螺丝。那不得不说玄派的这个细节做得还是挺好的，怕大伙儿拆顶盖的时候不小心拉掉了排线，这边做了3个爪爪，哪怕就是这样拿起来也不至于损坏这边的天线。2个 NVMe 的插槽支持 PCI 4.0/4，那附带的这块硬盘是1T 的。然而这第2个 NVMe 插槽就有点局促了这个插槽和 WiFi 的插槽是一个堆叠式的设计这样拿着大伙儿就看得挺清楚了。WiFi 芯片来自 AMD 的 RZ616也就是联发科的 MT7922，支持 WiFi 6E。这边有一个白色的锡箔贴片可以保证内存在运行的时候不受电磁干扰，从而达到内存高频释放的一个目的。我们小心撕开贴片，下面是双通道的 DDR5 内存插槽，那原厂附带了一根 DDR5 5600 16GB 的内存。我们继续拆除用于固定主板的2颗螺丝，抠除底部的排线，拿出主板。机器整体采用了玄彬 2.0 的散热系统。那最近不是很流行这个汉堡式的那个水冷散热吗？是的，创世魔方也是采用了汉堡式的多层散热架构。CPU 的风道设计为底部进风，后部出风。那理论上热风不经过机箱内部的循环直接排出，这样会降低主板以及其他元件的温度。内存和硬盘的散热则独立于 CPU， 采用顶部进风，两侧出风。那这样的设计也是进一步降低了机器内部的温度。在接口方面，玄派直接拉满了机器背面2组满血的 USB 4.0， 其中一个最大支持 PD 3.1 140瓦的供电，原生 Oclink 显卡接口，不占用 M2 接口，
直接通过 PCI 4.0 程式的顺序连接高性能的独立显卡。USB 3.2 Type A 支持 5GB 的传输，2个 2.5G 网口，一个 DP 2.0，一个 HDMI 2.1。机器前面板一个 3.5 毫米的音频接口，一个 10GB 的 USB 3.2 Type C， 3个 5GB 的 USB 3.2 Type A， 一个集成指纹识别的电源按钮。点亮机器 ，RGB 灯效亮起。进入 Windows 界面，此时机器待机功耗约为22瓦。我们打开 AIDA64，在3种模式下对机器进行了烤机。实测环境温度26度，在封印模式下我们烤机20分钟。此时 CPU 温度74度，频率稳定在 3.7 GHz 左右，功率稳定在45瓦，整机功耗65瓦。我们按下性能模式切换的按钮，开启战斗模式。此时 CPU 迅速来到了65瓦，频率拉升到了 4.2 GHz 左右，温度最高飙升到了92度。在接下来的20分钟内，频率和温度一直保持稳定，整机功耗93瓦。我们继续切换到狂暴模式，随着机器噪音的变大， CPU 瞬间功率来到了83瓦，频率 4.5 GHz， 温度飙升到了99度。持续了10秒钟以后，功率稳定在了80瓦，平均温度93度，频率稳定在了 4.4 GHz 左右。大家看图表上面的曲线图啊，应该很明显的能看到3种模式之间的一个差异。在长达1个小时的测试过程中，内存最高温度44度，硬盘最高温度61度。很难想象啊，这么小的一个主机 CPU 竟然有这么强悍的持续功能释放。在 CPU 单烤的过程中，分贝仪距离主机30厘米左右，室内环境噪音46分贝，在封印模式下非常安静。换成办公的坐姿，听不见任何风扇的声音。那开启战斗模式会有那么一丢丢，但是开启狂暴模式之后，随着指示灯变为橙色，这动静就有点大了。我们用 CPU-Z 分别用3种模式对小主机进行了跑分，可以看到单核的分数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多核分数的差异还是有那么点距离。封印模式到战斗模式整体提升了 6.38%， 战斗模式到狂暴模式提升了 1.96%， 整体提升了 8.46%。我们再来看看 Cinebench R23， 单核分数依然差距不大。封印模式到战斗模式的多核分数提升了 7.66%， 战斗模式到狂暴模式提升了 6%， 整体提升 14%。那使用了1个月的经验告诉我，平时开启战斗模式也就够了，那狂暴模式还真有那么点狂暴。我们用 iPerf 3对网卡进行了测试，无论是单线程或者多线程，都可以跑满 2.5G。实测在 Windows 11下拷贝 NAS 上面的文件，单个 2.5G 网口可以跑到282兆每秒的速度。在游戏方面，创世魔方算得上是中规中矩啊，8845HS 的一个正常水平。这颗 780M 的核显还是够强。网游方面 1080P 高画质可以随便畅玩，但是单机游戏方面还是够呛。以下是 1080P 最低画质下开启狂暴模式跑的一些分数，还是安心的办办公刷刷剧吧。但是创世魔方有一个 Aqualink 的显卡扩展接口，接口树立为 PCI 4.0 程式，那据说比雷电显卡扩展物效能要损耗的小得多啊。那无奈于本人没有，也就没有办法为大家进行测试了。当然啊，若是有大咖愿意赞助的啊，我是来之不拒啊。总体来说啊，玄派的第一款小主机玄派创世魔方搭载了 AMD 的锐龙7 7840HS 和 8845HS 2款处理器，强悍的 780M 核显 ，CPU 持续高达80瓦的功能释放。那这个数据在当前的迷你主义市场里面也算得上是佼佼者了。搭配主板原生的 Aqualink 接口，无论是处理日常的办公任务，还是应对大型的游戏或是专业设计，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满足用户的多样化需求。玄派的第一款小主机，我觉得还是可以。好吧，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啊，也是很少来哔哩哔哩，希望哔哩哔哩的老铁们能够一键3连，多多支持支持。最后还是感谢老铁们长期以来对波仔分享频道的支持、理解和爱。我是波仔，我们下期视频再见。